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介绍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一伦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当然我们讲到国际话题就一定要谈到川普，真的让大家起起伏伏。尤其像我自己，每次看他的言论，都想说，他到底下一步要做什么？完全猜不透，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来这个推测。好，但我们现在看到他还在自夸那现在他是做大概《时代》的专访。好，我自己也稍微看一下《时代》专访，我就觉得哇，他实在是。蛮厉害的，居然讲得出这么多有的没有的话。好，他是专访他100日嘛，好，但是在这场专访当中川普总是不直接的回答提问他都是想讲他自己想讲的内容。那他特别讲说，这是美国史上最好的3个月他说我们已经跟各国签署了200个贸易协议，但他又说几周后可以完成这括号，所以就代表有一些但书。好，那习近平已经打电话给他咯，但又不愿意透露何时，也不愿意透露内容。好，当然习近平打电话给他这件事情也引发很多人关注嘛，所以这个专访很多人在看，但是都不知道到底怎样。但我们看到中国也打脸了。好，那当然川普上任之后，这个100日狂人梦他说高关税只要维持1年，美国就大获全胜。他说高关税在1年之后，不论是20%、30%或是50%，依旧存在的话，就会认为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好，他怎么说的？先带大家来听一听。I'm not going to drop them unless they give us something that's substantial and less. I'm not going to drop them. It'll all work out. Those things always work out. 好，说这些措施都是有效，反正他就认为他的关税政策是没有问题他说因为大获全胜，国家就会发大财。好，那你看到川普现在表态，除非中国大陆让步，否则不会调降关税。他刚刚已经特别讲了。好，中国这边当然有一些发言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驻美使馆发言人在周五的时候，他就强调说，如果美方真的想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就应该纠正错误，停止威胁讹诈他说彻底取消所有对华单边关税的措施。那王毅也特别讲说，现在美国看起来就是一意孤行向180多个国家随意的加征关税，中方站出来进行必要的反制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规则秩序跟国际的公平正义。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2大习跟川是直接对杠，但是2个人也都完全没有来电好，那 Politico 呢也说真的是大错特错。给川普献计的人根本不懂中国。这是前美国的贸易代表助理布罗德曼，他就说川普政府的粗鲁他说川普以为中国好欺负，所以展现一副这种典型的纽约客做派。好，张嘴就是我们来谈笔交易，所以显见给川普出谋划策的人完全不了解中国。好，那当然自己也会被受伤嘛。现在美国也扛不住100年的优势现在被川普百篇玩完了吗？好，川普推出这么激进的措施，也当然引起了是全球股市的震荡。好，那当然现在看来这个付出更大代价政策就是白宫对大学以及其研究的攻击。所以看到 CNN 的广播这个主播他就很痛心疾首说，川普对于这个美国科学的摧残会导致美国失去相较于中国的100年优势，那也是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会完全的失去。所以我们看到沃尔玛现在已经就有一些状况感觉是对沃尔玛贵了啦。好，因为受到提高关税影响4月初本来这个中国大陆的出口商普遍暂停对美停货，但是在137届广交会期间，有多位出口商说现在沃尔玛已经被通知要重启发货，那关税就由买家负担。好，买家负担总归就是最后就是消费者负担了。好，报道就没有提到美国承担关税的具体比例。不过也因为这个广交会非常火热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中国外贸有换一个方式在打这悄悄换了打法。他说现在看起来境外的采购商暴涨了20%，这订单量是不降反升所以还出现一些扫货的状况。那也包含我们看到了有一些人是直接去到中国大陆来买东西来扫货。他说近期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涌现了大量到中国代购的攻略图文那海外的网友就说这非往中国来购物，算交通费综合成本比本土采购是更便宜，所以中国制造的
品质升级，正在吸引全球的买家直接到中国大陆这边来进行购买。好，那因为他们有包含的是这个北京海关统计嘛，他们有一些离境的退税服务啊，那当然又不用关税的话，哇，这样子当然买东西就会比较低哦。所以他们说避开了美国的高关税，直接到中国买东西，机票加免税，真的就是非常的便宜。好，这导致的状况真的是川普想要的吗？是不是反而更加大大家去中国大陆来买东西，他们的这个旅游消费反而更好呢？彬哥。这个川普，你去访问他，他当然就是自吹自擂，这没什么好讲。可是你说这是美国史上最好的3个月，这个牛也未免吹得太大。这3个月，至少美国民众的反应就不是这样啊，到处都是示威抗议，到处都是忧心忡忡，股市跟洗三温暖一样，上下一直不断的剧烈震荡。这会是美国最好的3个月吗？那如果这已经是美国最好的3个月，那美国过去到底是有多黑暗？还是他身边人赚比较多钱，所以是最好的3个月？也可能是对他自己来讲最好的3个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继续用这种自吹自擂的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他没有办法正视问题的核心所在。现在就是你的这一套，中国大陆不理你嘛？那不管你自己在那边宣称说习近平打电话给你也好，自己宣称说谈判有进展也好，都没有用。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中美之间毫无交集，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波的谈判。那中美这个谈判一日谈不下来，那整个世界就是会动荡不安，整个国际的经济局势也不会好。所以这种状况下，就要看川普现在怎么华丽转身。我认为这个时间应该不至于会太久，因为接下来随着时间的累积，川普自己也讲6月美债的风暴马上就要来袭，所以他如果不赶快把关税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自己要深受其害。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他顶多再撑个半个月吧，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再接下来，如果撑下去的话，其实美国自己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会逼得他不得不赶快做出决定出来。所以显然，川普的团队里头仇中的人很多，但是知中的人很少，也就是你们对中国有仇恨没有关系，想要打压中国也是理所当然，因为这就是一个第一强国跟第二强国的竞争嘛。可是问题是，你要攻击你的对手之前，你是不是先要了解你的对手？你连你的对手都不了解，就随便乱出招，随便乱攻击。那现在你这一波打下来，看起来中国大陆有没有受伤？有，可是美国伤的恐怕不见得比中国轻，甚至有可能伤得更重。那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不赶快找一些真正了解中国人出来的话，他恐怕受的伤会越来越重，而且他的决策没有办法走到对的一个方向去啊。那当然，美国是拥有100年的优势，所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美国的优势还是很强大。那问题是，川普现在正在迅速让自己的优势丧失，这才是美国现在最忧心的一件事情哦。那可是现在看起来市场自己开始在找出路，因为川普这个关税悬而不决，这些卖场、这些厂商不能够一直让货架空在那个地方吧？他们还是要想办法去找一条生路出来。所以我觉得市场慢慢为了因应川普的关税，可能已经形成一种机制。那倒过来会变成一种什么状况呢？我认为到最后可能就变成这些厂商倒过来去逼川普接受这个状况。因为你的关税迟迟不决定，造成我的生意根本没办法做下去。那这影响到不是1个人、2个人，是影响到全美国人。这个压力会逐渐增大。我觉得川普会承受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到最后可能被迫要更改决策。只是呢，以川普的个性来讲，他不会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他可能又编织一个什么，我们又获得了什么伟大的胜利，然后华丽的转身，又说这一切本来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大概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那至于说对中国大陆的采购，我必须这样讲，我们自己大家都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得到。大概20年前的时候，台湾人大概都是买日本的电器，然后10多年前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买韩国的电器，很多做得不错。可是最近这10年8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身边的中国大陆制的电器越来越多，而且它品质并没有很差，跟过去中国大陆给你的产品的感觉是那种好像只是一种廉价品。那小米就很多人买对，啊，现在小米的品质很好啊，那甚至很多家电感觉上都不错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品质是在进步当中。那这个进步已经让它的性价比大幅的提升，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而已，而是它有一定的水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而然会有更多人会去采购它的产品。所以当美国现在全面性的对中国大陆开战，你要禁止使用中国大陆的产品，或是给它科予高关税之后，到最后就是你必须要花更多的钱去买品质可能不见得比中国大陆好的其他产品。
那这样对美国人是一个有利的方向吗？川普自己要去思考。好，因为这个现在川普的关税政策完全都还没有任何的底定，而且半导体这部分也都是没有任何的下文，所以大家等的心也很慌哦。这个大使，对，川普他就是说讲话非常的率性啊，讲完以后很多就基本上就没有下文了啊，对，而且他都是即兴演出，也就是说，开车哈，遇到前面有阻碍他就转弯了。他不会说把石头搬开啊，再开，一转弯又不要转到哪里去了，所以就变成他这个百日新政啊，我觉得很像那个康有为主导的这个光绪皇帝的时候百日维新，那百日维新很厉害的啊，百日维新就是说，百日维新事实上发布的那个行政命令啊，也不会比川普少，每天就要发行政命令，那很多做法也是一样啊。他要什么淘汰冗员，然后呢裁并机构，搞得北京啊，全国也是怎么一大堆人怎么失业。今天早上去上班，高二去上班，发觉办公室说你已经被裁员了。对，也发生在这中国也发生过啊，对不对？他还有很多，康有为还有很多嘞。他说还要把中国大陆迁都迁到上海，这个后来没有颁布，因为他来不及了，他已经垮掉了。所以他是很多伟大的构想了，可是这些人都出自一些什么样？就康有为这种人来讲他徒有理想，可是呢他自己也做不到。比如说他提倡男女平等，他一共讨了6房太太，什么男女平等？然后呢还很老时候还讨一个很年轻的太太，人家说你不是讲男女平等吗？你怎么自己搞6个老婆？他也说不出来。然后呢？到了这个后来这个戊戌政变失败以后呢，他就流亡海外，一天到晚拿一个什么，就是说奉医代诏。他说康熙皇帝有给他一个什么，有一个诏书，他就每天在什么要叫什么要勤王啊，这个走遍世界，骗了很多钱啊。后来康有为非常有钱啊，可是呢，他所要辅佐的大清帝国就被他搞垮了，光绪皇帝也被他害死了。所以呢，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让我真的就想起来，看到川普这个搞法我觉得真的跟那个清朝末年的那个百日维新真的是如出一辙，注定失败。而且最后呢，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无知造成了最大的还是美国的灾难。虽然很多国家也被他牵连了，可是最后还是美国的灾难。所以刚刚我们也提了。川普根本没有人了解中国大陆的现况，所以他一用这个高关税对付中国大陆，发现以后呢，他发觉，中国大陆虽然这些产品卖到美国来的什么样都有，可是短期找不到替代品没有替代性然后他也不好好研究中国的稀土这个武器，老早就警告他了，他以为中国不会用吗？中国大陆不但用稀土，还有把你的波恩也打了一棒，让波音也打了一棒，让你波音搞不好都爬不起来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要进行改革，你不知彼，那最大的问题他也不知己所以你说做事情最怕就是最坏的这个情况组合，就不知己也不知彼，不知己就变成就是说，你今天你认为这个你的关税改革美国老百姓都会支持你，美国这个经济会好转，结果你才8天你就改弦更张了，走不通了。原因是内部不支持。那现在想到美国很多零售业，这些零售业，你想想看，美国市场有多大？美国有50个州，全美国到处都看到沃尔玛，每一个大街小巷都看到沃尔玛。很多老百姓在里面干嘛？食衣住行都在里面，靠这个沃尔玛的这个超级市场，里面有60%的产品是中国大陆。所以沃尔玛这些负责人都去找川普沟通那就是说你不能这样搞，你这样搞我断货了以后美国的物价会高涨。所以沃尔玛现在有很多做法。沃尔玛本来找中国大陆的供应商说，对不起这样子好不好？为了避免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美国要课的关税你们自己吃下来好不好？那中国大陆刚开始政府还警告沃尔玛说，你不能用这种方法，对不对？这是你们政府出的问题，不能要我们的供应商出现。就后来美国搞到145%，还有什么没有供货商要给沃尔玛了。就沃尔玛现在有一个办法，不晓得行得通行不通。
沃尔玛现在叫加拿大的沃尔玛去进很多大陆的货，囤积大陆的产品，以便美国的现在的库存没有的时候，从加拿大运过来。可是从贸易法的角度上来，这个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产品不看你从哪里运出来，而看你这个产品是从哪里制造的。你如果是 Made in China 的话，你就要是 Made in China 的税。你不能说它从加拿大转口过来就变加拿大产品，是不行的。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川普现在下一波的最大危机就是美国的供应链的混乱，或者说中断，造成老百姓买不到东西，造成物价高涨。这个时候，川普如果他如果说没有一个对策的话，他的政权会动摇。好，连带效应真的会让很多人很头痛哦。这舰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会看到非常多的有关于川普的满意度调查。因为美国有一本书叫做《美国总统的7门课》，里面他定义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一任总统的成败，其实从前100天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大家都会从这一个民调里面来探讨啊。那至于说川普说，从就任到现在来讲而言，是美国史上最好的3个月。那真的是这样吗？看看美债，看看股市，看看各种的指数，真的是如此吗？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再自我感觉良好了。我们就看一下 MSNBC 所做出的最新的民调啊，那个同意川普的只有占44%，不同意的那个反对他，也就是在这100天之内表现良好的，其实占了53%。这个是昨天最新的一个民调啊。那而且呢，我们刚刚讲说，对于美国总统画下了一个门槛，他这里探讨了近来10任总统的一个100日的一个民调啊。其实呢，川普本身只赢一个人，那个就是川普他的1.0而已，而且只赢了1%而已，也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其他相较之前的8任总统全部统统都是输的。那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啊，说其实川普就是那一张嘴而已，讲的跟真的一样。那至于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杂志，他其实问了非常多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里面，他说，他有提问一件事啊，就是说承诺要降低物价，但生活成本还是很高，而且因为关税的问题，因为关税附加费的问题会越来越高。那川普的本身呢，他讲说，这只是暂时现象啊。那而且时代杂志也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关税每天都在变啊，那企业如何制定长期的计划以及投资？然后说，不会啊 ，Walmart、Depot 或者是 Target 这一些零售的巨擘，在我的办公室里面都说，哎呀，我所做的完全正确啊，谁敢说错嘞？说错的上一个人被打得很难看的就是泽伦斯基啊。至于说川普是不是在100天内摧毁了100年的竞争优势啊？我们来看，这是日本统计的，也就是在2024年，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世界上面发表论文第1名最多的其实是中国大陆，他发表了一共是54100541425个论文。那相对于美国其实只有30万而已，所以它的数量少得太多了。这个也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真的美国会把所有的生产线拉回它国内。为什么？因为美国它的成本会低到大家还真的只适合做这些生产线的员工。好，那这样不就等于是倒退回他们原本眼里看的中国的样子吗？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当然有很多人是喜欢川普，也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川普，但是川普确实也变成蛮多人的头号敌人，所以现在讨厌川普的氛围在全世界都在弥漫，尤其是他们的醋逼 gay 表。
加拿大。好，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川普很爱乱讲话，但是他讲话说，我不是公森球我是真的想把你们变成我的第51州。所以现在加拿大当然就会出现这个反川普的情绪，就是反美友中的声浪怎么回事？这是加拿大莱捷市场公司最新的调查显示，现在只有16%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良好，不知道这16%的人怎么想的。好，但是这个民调上也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支持渥太华应该跟北京进一步的发展经贸关系反正有人不喜欢我们，就跟别人来做好朋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就是这个概念。好，过去几年加拿大对华政策是都跟随着美国的脚步，就没想到川普的政策改变了加拿大舆论风向球，而且出现了反美友中的声浪。那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密西根人在友谊桥活动上面表达对加拿大的声援。这数百人在休伦港蓝水桥下排队参加全州举行的友谊桥活动。一部分人希望表达对加拿大对美关税的支持，另外一部分则是为抗议川普总统将成为这个美国第51州的言论来进行抗议。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画面是我们直接透过镜头带大家来看。好，不过加拿大现在有选举，他们周一就要举行卡尼展开最后的冲刺拉票加拿大联邦第45届大选在周一就要举行2位的总理候选人已经在最后冲刺了。那自由党的总理卡尼，他的民调都是保持领先的。好，卡尼在最后的选举造势场合大会当中把矛头指向对准了川普。他说，川普的贸易战实际上撕裂了全球经济，也背叛了加拿大。他强调，川普一心只想在危机当中征服加拿大，只有卡尼他自己才有办法来具备应变这场危机所需要的领导力。好，卡尼最后游说选民说，这个伯利治就是另外一位候选人不够格跟川普坐上谈判桌。好，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我们过去不是有这种芒果干式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选举上面语言，现在感觉这个川普干是加拿大的一种方式。不过我们看到 Politico 最新民调，3/4的加拿大非常不喜欢川普这保守党似乎很可能在周一的选举当中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全国的调查显示，截至3月中旬的选举结果公布时，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在民调当中的支持率跟保守党是不相上下。不过到了4月初自由党也就是卡尼这部分已经略为是领先了这个死亡交叉就是在4月初的时候。BBC 就分析说，这确实是蛮震惊的，因为自由党原本几乎是寿终正寝，但现在能够赢到第4次的连续选举甚至可以赢到国会多数席次主要就是卖川普干。好，当然加拿大这个联邦选举马斯克旗下的社群媒体这个 X 从加拿大上个月来宣布提早大选已经累积了超过35万条这个针对加拿大保守党的贴文这引起了美国试图要干预加拿大选举的一些忧虑。好，那不止加拿大，现在欧洲其实也面临了两难的局面，因为我们看到欧盟这边的委员说，川普跟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同意是会面了。这是冯德莱恩的发言人说，冯德莱恩跟川普在教皇这个方济各葬礼期间有进行简短的交流时，有说可以同意稍后来会面。好，不过我们看到现在为什么会陷两难呢？德国的《世界报》分析说，王毅的直白表态其实也显现着中国正在利用跨大西洋关系的低潮，加强中国跟欧洲之间的联系。那不少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探讨跟北京的合作方案那中国也在利用这个跨大西洋的关系分歧，要进一步的来增进他们的经济跟外交的策略。好，那当然现在这个欧洲的状况这小川普的说法也引发关注因为他现在建议东欧要选择跟美国而不是选择跟中国，看起来他是在当一名说客吗？好，所以这个大家就觉得说他现在一直不断的在说其实跟中国大陆交往会很危险比俄罗斯的威胁还更大等等的讲了这种话。那川泽会现在各怀鬼胎吗？我们看到他们在2月不是白宫争吵之后，哇，最新又见面了，而且相视而坐。
好，就在方济各葬礼这边的大教堂哦，他们就直接给他们各一张椅子这样做。那跟2月比起来，两个这个针锋相对，有15分钟的短暂谈话哦，确实引发关注。那我们也看到，乌俄战争不是说要结束吗？川普你根本没有搞定嘛，他不是说24小时结束吗？他在《时代》杂志的专访中坦言说啊，其实这是象征性的说法啦，好啦，有些夸张，有些夸张 ，OK， 这样他说他打个比方而已。显然大家都知道，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开玩笑。战争能开玩笑吗？好，来闹国际笑话了。川普出席了方济各葬礼哦，他没有遵守方济各发布的参与葬礼的男性贵宾要穿这个深蓝色的西装，打黑色领带。我们看到他是穿了海军蓝的西装，非常高调显眼，还打了海军蓝的领带，甚至他坐在这个席上的时候，还有在像嚼这不是槟榔，对不起，是口香糖，口香糖。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川普骄傲自大的个性，真的是显露无遗。好，斌哥笑很大声不好意思，我口误。我就觉得川普狂妄自大，大家都知道。可是你不管怎么狂妄自大，你毕竟是美国领导人，有些话你讲出来的时候，你要去考虑到会造成什么后果。然后他还没有上任就说他要并吞加拿大，然后又说要吞掉这个格陵兰，然后到现在不愿意改口，还说他是玩真的，他是认真的。那你身为加拿大人，你会不会感到愤怒？当然会嘛。而且请问一下，你吃人家这种豆腐的意义到底何在？加拿大是你的邻居，也照理来说也是你的盟友，然后你天天在吃自己的盟友的豆腐，而且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在战略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可能只是为自己增加很多麻烦嘛，就反而让加拿大人，本来加拿大人非常亲美，现在开始对美国有疑虑，这一定的嘛，因为你一直在对我讲这种话，到底在干什么呢？所以现在很奇怪的就是加拿大的选举第一次，这应该有史以来第一次，抗美居然成为主轴，这是非常荒唐的。本来自由党都已经差不多快挂了奄奄一息了，就因为抗美这个题材一起来，又重新救了他。卡尼现在看起来是有机会可以赢得选举的，所以我也不懂川普这样做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也看不懂。他事实上也不可能真的去并吞加拿大，对不对？难道美军要派军去占领加拿大吗？这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啊！如果真的做了这种事，请问一下，美国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一个强盗国吗？还是什么国呢？然后，美国真的是不是有试图去干预加拿大的选举？看起来是啊，因为马斯克之前就完全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去介入欧洲各国的选举，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玩。之前德国选举也是啊，然后在英国也是这样啊，他很堂而皇之的就直接去干涉别人的政治。那马斯克其实现在他跟川普走这么近，他自己也吃到苦头了。他的特斯拉真的是摇摇欲坠，无量下跌，他自己的资产也大幅缩水，所以现在也逼着他说，他可能五月以后可能就要慢慢退出这个政治圈。可是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马斯克未来，你觉得他的特斯拉还有多少机会再起？这恐怕变数就非常多了。那对欧洲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伙伴，因为川普到底要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连川普自己搞不好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到底要选择怎么样跟川普合作，怎么样跟美国合作？这中间的变数实在太大，所以连欧布莱恩这种过去极度亲美，基本上根本就是美德莱恩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专门在帮美国办事，他现在都不得不采取对美国保持一点点距离。那因为美国现在已经严重威胁到欧洲的利益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是觉得这个美国的战略实在是太奇怪。你理论上来说，你应该是要结合你的所有盟友，包括欧盟，然后联合去围堵中国大陆。结果现在不是，现在美国的策略是把这些朋友全部推到中国那边去，好像美国是叶问，我一次要打10个，你们这些不够我打，中国一个太少了，我要一次打多一点，这个很奇怪。然后现在这个小川普去跟东欧讲说中国大陆很危险，中国大陆对东欧危不危险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当美国的朋友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正在发生当中啊。美国现在正在对他自己的朋友下手，所以我觉得小川普这个说辞恐怕没什么说服力。好，确实我不知道川普的用意是什么，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大使有讲过嘛，川普有一点帝国主义心态，有这个加拿大、格陵兰等等的，他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吧？他是这样想法，他不是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美国过去的帝国主义，就是说
表面上对你的领土没有野心，可是对你的领土到处都在控制，控制你的政府，控制你的人民，控制你的思想，这是新帝国主义。就帝国主义，他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他就是说我拳头大，你这块地我要了，就到人家家里就说这个地是我的。所以川普是属于旧帝国主义啦。那这个川普来讲的话，对很多国家，我想加拿大人认为川普完全没有尊重他们的国家。当然，对，而且说大部分的加拿大人都想成为美国人，那现在3/4人都讨厌他，怎么会接受他呢？那欧洲人是比较怎么讲呢？尤其像这个丹麦人啊，他们是小国啦，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声大气过啊。明明自己的领土，这个格陵兰，美国就说我要，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强盗作为嘛。对，你再怎么讲，这个格陵兰过去是这个芬兰、这个丹麦跟挪威、这个瑞典之间争了几百年，最后欧洲人他们决定就是属于丹麦的嘛。那现在这个情况，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美国突然说这是我要了，这就是强盗行为啊。那比如说川普去参加人家丧礼，人家有这个所谓的 dress code， 就说你那个着装的这些规定啊，他又不尊敬，他又不尊重。那我看了这电视转播啊，他的这个太太啊也很不得体啊，这个满脸笑容的，对，在这种丧礼满脸笑容，真的就变成以前欧洲人常常讲说这个 ugly American， 就是说丑陋的美国人。那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礼貌，没有礼仪。川普现在跟他太太两个更是感觉就是说一点礼貌都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不但就是说显示美国的这些富豪阶级里面像有川普这种人完全不懂礼貌，而且呢这种人居然还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变成美国总统，到全世界各地展现他的这个没有礼貌，完全没有修养跟礼貌，大言不惭。今天说这个是我的就是我的，明天说这个不是我的，是不是你就不是你的。他是什么啊？他也不过就是现在世界上有190几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平等啊，对不对？每个国家的主权都受到国际法保障，他凭什么在这边说这个是我的，然后到人家丧礼里面喧宾夺主？然后人家希望他穿的这个配合丧礼，他也不配合。这种人基本上说实话，这个只有到处丢美国的脸啦。而且他现在这个作为的话，事实上他就是不知己不知彼。现在大家都不接受他，因为他是讨债鬼啊。你今天再跟他贸易谈判，也都是美国要占你的便宜。你过去跟美国得到的那个关系，他都要你吐出来啊。所以谈不出来的，然后川普只有越陷越深，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等着看川普他这个不断的怎么讲呢？遭遇挫折以后又跪下来，依然跪到最后，我不晓得他要怎么样，整个人趴下来嘛。但我觉得他会有他一番解释这个舰长。如果我们看到今年1月6号，也就是加拿大的前总理杜鲁道他宣布辞职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自由党的这一个支持率已经低到历史上的新低，也就只有22%。那但是保守党他可是超前了20%。可是时至今日，整个180度大转变，我们可以在这个最新的一个调查里面看到，自由党它其实囊括了40.5%的一个支持度，那相对于保守党来讲的话，它只有37.5%。虽然这个数字很近，但是它在统计上已经相对的有它一定的价值了。那有关于说美国总统川普如何成为这一次加拿大选举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统计，也就是对于加拿大有关的这几个国家，包含了美国，包含了欧盟，还包含了中国，他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对于如果以总体来看的话支持就是说对于美国而言呢，他们认为是美国是敌人或者是敌对的话呢，其实占了49%的部分那如果说对于中国如果我们来总量来看的话，其实只有42%，也就是现在加拿大真正的敌人是美国，
而不是中国大陆了哦。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盟友的认知或者是友善的认知这2个部分的话，美国占了28%，那中国大陆呢来看，那个现在虽然还没有好转啊，那它是24%，但是也跟美国相距不远。那我们来看到啊，其实这个也就是说啊，现在卡尼也就是他的自由党是怎么样转变这个态度呢？因为他推出了4项的一个竞选的策略，第一个也就是制定移民的上限，第二个也就是暂停苛征这些有关于消费碳税的部分，第三个减少难民的入境，第4个加强遣返。其实这通通都跟移民有关，跟移民有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啊。对于移民来讲，也就是在这个，也就是大家支持的那个保守党最高的部分，也就是现在呢，为什么他们2个人现在好像大家还没办法一锤定音的说，到底是哪一位会当选，是民主党还是那个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问题也就在这里，因为大家对于这2个人提出来的政见，其实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支持程度。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燕莹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燕莹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燕莹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就在川普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有谈，然后中方一再的打脸他说假消息，现在说被韩国媒体所拍到了。这是南韩媒体呢，叫做中央日报，他们说拍到了大陆的高级官员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里面有非公开的会面，还认为这可能变成关税战的转泪点。好，其实呢，为什么会这么确定他是中方的人员？他们说呢，是因为有看到他那个胸前有带一个 G20， 然后是中方的这个标志。那他也特别提到了说，其实呢，他们有拍到照，但是后来被陆方媒体要求要删除手机照片。消息一登出来之后，大家在问说，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来看到《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讲法是这样啦，说其实中方连2次郑重辟谣，就是不要给美方虚张声势的机会。那这次如果真的是有私下的会面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谈得拢了呢？还是2手？原因是因为一直在讲说应该要见面的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现在传出跟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见面，结果呢是讲什么？说中方都已经长大了，不要再给他提供贷款，他已经不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了。甚至呢，他们还点名说什么？这个是世界银行的总裁点名说，开发中国家应该尽速跟美国达成协议。所以呢，就有人在讲说，这一场的所谓的美中关税战，线下最新的一个战局是不是已经打到了所谓的国际组织上面了？而另一个层面呢，则是当美方要求全球跟中方脱钩，到底做得到？做不到，这个是美国媒体他们直言说，其实呢应该是做不到。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办法去顶所有中方所提供的那一些的产品，又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做到像中方那样子全面性的进口？好，这一些呢其实会让大家对它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讲到了产品，很多人就讲，这其实就是美国内部现在这么样深受所谓的关税战影响的原因，像是沃尔玛已经去跟川普见面，结果呢，后续传出来他是通知大陆方面可以供货了，可是他是怎么讲的？他是说关税的部分我们买单，那跟原本讲的就不太一样咯。沃尔玛呢，现在还积极的响应号召，说要帮助拓展中国市场。大家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中方现在确实是已经有了一些动作，譬如在农产品的采购上面，每周的采购一下就减1.2万吨。大豆更不用讲了，从之前2018到现在为止，减的有多了，而目前呢，更是减了7.1万吨。所以让大家讲说，是不是中方是已经赢下了这一轮，展现了他们的力气跟 muscle？ 而除了这一些的关税战，下一站科技
AI 战。目前最新的一个计划是美国政府他们所提出来的 AI 行动计划，讲的就是呢 OpenAI， 然后要跟这个 Anthropic 一起来联合封锁中方的 DeepSeek， 还有晶片的部分也不能让它脱困。可是呢，中方习近平不已经讲了吗？不要被人家给掐脖子嘛，对不对？然后呢，正视差距，加强核心技术攻关，这当然就是他们中方也是请全国之力要来做这一件事情，更不用说现在他们在做机器人的这个部分，还真是。在其他国家来讲，算是坐在前面的领头羊。看看这个场景，这个是人形机器人，他们现在甚至有训练学校，24小时在练什么？在练炒菜，在练拖地，在练烫衣服、榨果汁，这个叫家事机器人。当然呢，它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它不断的进化，可以让这个工程师方面发现我可以在补什么样的地方，让它的这个编码上面有更多不同的编排的可能，不是只有做家事可以而已。现在的灵活度是已经到了关节了。这个是清华大学他们最新在网络上头发出来的一个影片，说他们做出了清华机器人，叫做 Booster T1。你看看，会跳舞然后不只会跳舞而已哦，它还可以踢足球，还可以投篮等等等。他们就强调的是他们在整个关节灵活度以及反应力上面，其实都已经跟以前大大不同。而人形机器人之外，其实他们更多的就是农作的机器人。现在呢，有新的一个，据说在国外欧洲市场出货已经超过10万台的，这个呢是叫做割草机机器人。割草机机器人它可以干嘛？它就是透过卫星讯号，然后可以让它去割草。而且呢，它们因为是卫星讯号，所以它的精密度非常非常的高，实现了就是公分级的轨迹精确度。上面如果有遮蔽，你以为卫星就会挡掉吗？不会它其实可以做的精密度非常的高，也不受遮蔽物的影响。因为这样呢，所以在海外销售量是已经当年就增加了销量252%，等于是多卖了2倍多。好，这一些呢就是未来在 AI 战上面最主要的战场。但目前请教一下杨老师，这个呢是当中方美方在关税战的这一局，大家都知道还没有真的正式到面对面的开打，但是传出已经有高级官员进入美国财政部。我是有点怀疑韩国的这个媒体，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做查证，在这个时候中美之间在华盛顿的接触，我觉得是正常的。如果是使馆或者是相关事务性的这个人员那但是我一直认为川普这次关税战有3大错误。第一个，他对全球开征对等关税，185个国家，而且比例都很高开发中国家也没有豁免。然后第二个，他对中国采取那种极高的就是对等关税跟芬太尼的税，已经到了没有就是贸易的意义了。第三个呢，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不断的在变，我们每天都要 follow 一下。我经常讲嘛，川普如果3天不讲话这个股市就很稳。对，但他不可能。那这2天川普他自己的推文他就说，高关税如果维持100天，美国就会大胜。100天就是3个月那因为其实现在的开始，所以5、6、7这3个月，我们就看看，因为如果到了7月，在相关的美国的开学或者是圣诞节的订单还不下的话那其实后面就大概跟不上，货架上就会空了。那因此你看到沃尔玛现在已经开始愿意自己接收就是高关税，然后开始要中国出货。不过呢，可以想象的一定是关键性重要的这些货源。那这个川普的好朋友叫 Bill Ackman， 在他的自己的推文说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对，因为美国如果跟中国高关税打下去，美国跟非美国的企业会离开中国，会到印度、越南去投资。然后呢，中方的信誉会丧失。等一下，这个关税战已经打了8年了，这些企业难道没有到这些地方去投资吗？多的了，连中国企业都去。但事实上，中国+1只不过是把中国的供应链拉长，变成亚洲供应链，而它的核心群聚还是在中国大陆。那我是觉得，你看像这1、2天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明天，应该说今天下午，对不起，27号
日本自民党的干事长叫深山玉某利亚嘛，他要到北京去，从来没有这么频繁的出现过。日本的这个之前在公民党之前，还有就是企业界的高层，然后公民党的党主席，以及呢现在是自民党的干事长，干事长就是党里面的最大的秘书长。那基本上其实大概就是在沟通石破茂跟北京之间，在如何去协调。因为日本一直强调，他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就是美国谈判当中对全球做的示范，同时他也不会让自己去失去有20%的贸易额的中国的市场。那这个是他一直强调的哈。所以你就看到，那 BBC 就做了这番的分析啦。他说，其实现在真的中美战要全面的开打的话，美国这边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很重要就是说，所有的过去的奥巴马或者是拜登，甚至连小布希他们当初的这些官员、外交、国安的官员都说，川普的这个幕僚不了解中国。那我再加一句话，也不了解中美贸易的本质。经过了7、8年这样一个长期的这个贸易战之后呢，以及中国的贸易跟科技的发展，以及它的市场的发展，他们到现在还停留在，甚至不敢说是10年代，甚至停留在上个世纪对于中国的这个认知。你举例而言，中国现在内需消费市场的潜力就很大，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发展，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科技或者专利的发展，已经变成一个市场，甚至已经越来越大这个市场的这个垄断。然后呢，友好的拉非美美就是说这美洲然后呢，这个亚洲跟它之间的关系，你看到大概从2月份开始，中国大陆就从最高的领导人到各个层面，在全世界开始在做这个连结，然后这方面呢也到这个大陆去，然后你当然更不要讲的美债稀土服务业。所以我是觉得，川普应该要真的是，川普比较不重视面子的问题，他很务实，所以我就期待说川普稍微务实一点，在做立即的这个调整，那不断的开始要自己务实的调整，否则的话到后来最大的冲击是你的股市，是你的架上的货物越来越空啊。所以想要请教一下左老师，原因是因为呢，从关税战到现在的 AI 战，大家会想问的是，其实好像没有让他们有稍稍的改变，又或者是退却。其实两方面都在寻找突破了。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蛮强硬的，川普也强硬，大陆也很强硬，但是我认为接触是必然发生的，只是在什么层级，是不是有意义的接触，但两方面都在进行准备了。之前这个美国方面说他们有一些这个关税可以调降说调降到50、60，到底是50、60还是更低不晓得。大陆现在也有现在有报道传出来说，有些药厂他们从这个美国进口到从美国进口的这些到大陆的这些药品并没有被课征关税并没有被课征145、125的关税。那这里头当然包括像这个 AZ 啦，或者像这个娇生啦，或像默克啦这些厂商。那当然，因为药品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啦。那也有传说说，现在大陆已经在这个去询问这个美国商会有哪些进口品是它不可或缺的，比如像问到其中一个项目是这个乙烷，因为乙烷是制造乙烯的一个重要的原料。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接触应该是有进行，可是有没有进入有意义的谈判，到底层级有多高，我觉得还是值得这个探究的。其实讲到中央日报、韩国中央日报这篇报道，我去看了一下中央日报中文版跟英文版，没有看到这篇报道。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拿下来了，还是说出现在韩文版。最起码我没有看到。到中央日报报道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也很值得玩味。他其实谈到了跟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就是说现在，因为 AI 的这个发展，大陆这个 DeepSeek 以后，美国方面开始注意到，就是说这个 NVIDIA 的这个 H200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去禁止出口？那事实上 H200当然对于很多这个AI 的这种这个设备AI 的晶片来讲，它可能需要大量这种比较没有那么高阶，可是可以帮助它去运算的这样子的晶片。
虽然他们之前已经累积了很多更高阶的版本，但是 H200也有它的功能。但现在当然大陆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个，所以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就是韩国最近有2位这个国宝级的半导体专家被挖角到大陆去。那这个其实是蛮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大陆向全世界揽财的这个企图心非常强烈，甚至他还提到了，就是大陆也延揽了很多俄罗斯的科学家到大陆去这个投入大陆的这个科技研发。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因为美国对它的这个围堵也好，或者是禁止出口，大陆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只要这个西方不出口，大陆的科技产业就停滞，绝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这个中央日报的报道里头提到了什么呢？提到就是有一个是北京理工大学跟莫斯科大学的这个合办的学校，在深圳这个地方，里头有最近有一些这个。他有一些论文发表，有一些科技研究的成果是蛮令人惊艳的。就谈到他怎么样去在这个运算上，然后即使是这种游戏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晶片，也可以有非常广泛的运用。它那个运算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像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到大陆的这个整个晶片产业里头，其实我觉得慢慢有一些线索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就绝对不能忽略的。是，请教一下厉将军会怎么看？我们都知道，所谓 AI 的算力就是未来的国力啊，也代表国家的经济能力来讲，钞票在哪里？钞票就是在未来的 AI 哈。那现在大家不要瞧不起说大陆这些机器人在学什么折衣服啦、炒菜啦、做饭啦、割草了。其实你要知道，我记得以前刚开始有电脑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那种高阶的科学家他才用得到电脑，那一般寻常老百姓都用不到。但是后来来讲的话，我自己的这种体验就是，当这个电脑可以做很多的文书处理，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是有一些什么云中仙啦、Word 啦这些东西，可以协助这个一般做这个文书处理来讲的时候，那时候突然之间好像电脑突然推广到每一个这个平凡的老百姓手上，每一个学生的手上，大概每个家庭都有一部电脑。所以我认为说是，如果说中国想要在这个机器人上面发展来讲的话，其实它这个发展的策略是对的。我不要说是这个只有卖给高阶，或者将这些机器人做到军事的用途啊，只有用到这个太空方面来讲才用得到机器人。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假如说你真的可以训练到一个机器人，它可以协助你做家事来讲的话，我相信这才能够就很快可以推广出去，而且很快可以卖得很好，而且大家因为有钱赚，所有厂商才会继续去研发哈。那最好是这些机器人可以做到像大同电锅一样哈，每个家庭都有一具。那我觉得这不是梦想，这是很可能的事情。那尤其是说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大家晓得，因为我们台湾来讲的话，现在最面临的就是包括到生活上面的这种我们要请一个保姆啊，或请家里面请人帮忙来打扫啊，来做饭了。因为通常双薪家庭都在上班，都在工作，那家事还是要有人做哈。尤其是慢慢我们老龄化以后，老人的照顾来讲的话，可能都要依赖这些机器人才做得到。那之所以说这个 DeepSeek 未来的 AI 来讲的话，我相信美国来讲，包括贝森特他都讲一句话，他说美国这次会打关税战，就是因为被 DeepSeek 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是我如果说在未来的 AI 算力拼不过中国来讲的话，我自然在这方面就会落败。那从哪边看得出来呢？所以他必须从 DeepSeek， 他又认为说，你简单的用 H20的晶片，你居然可以发展出来可以媲美 ChatGPT 的算力哈，所以当然造成美国不管是科技业啊，或者是说银行金融业的一个震惊跟紧张，也因此他马上就要禁止 H20这种晶片的输出。但是中国来讲的话，我相信他政治体制来讲的话，包括习近平这种话也讲出来了，我相信很快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设计方面或者是制造方面，都可能可以看到它有很快可以拿出成绩出来。好，川普呢，其实他现在又迎来一个新的民意哈，这一次民意也是告诉他说，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喜欢他的。那为什么呢？现在因为他也闹出了国际笑话了，去参加教宗方济各的葬礼，这么严肃的场合，是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都会去参加的场合。结果呢，他没穿黑西装，他穿了整套，可能他觉得这样比较帅吧，整套蓝色的西装去了。然后过程当中呢，还被抓包，说其实啊也不专心。
就是不断的嚼口香糖、滑手机，那当然就会 IP 说你到底有没有得体。反观他的太太是穿的其实还蛮得体的啊，就是黑色洋装。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他上任100日之后，大家就发现了，怎么呢？因为他现在讲高关税只要维持1年，那就会大获全胜。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你的逻辑到底在哪里？你会认为会发大财，还是其实到后来我们大家等不到发大财的那一刻？不止如此，他现在另一个梦想是什么？另一个梦想是美国船只经过了巴拿马运河，他们觉得拿回去了嘛？哈，苏伊士运河，这个当时为什么能够这样通行？美国没有帮忙吗？有嘛？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跟我们收钱呢？所以他觉得现在美国的船只应该要免费通过这一些运河，不要再跟我们收取所谓的过路费，甚至呢还说我已经要求 Rubio 赶紧去处理。那这再战下一场，会让大家问的是，他到底是不是现在原本的战场他退却了？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我没有慌，我其实没有退却，债市并不会影响到我，是债市慌了，不是我慌了。Fed现在呢告诉大家说，因为确实对于关税的影响，你很难去预期它会影响到多久，所以短期之内呢，美股的股价仍然偏高。好，甚至呢在降息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呢你是这2个月不用太期待了啦。但是彭博有一个最新的调查，是经济学家认为，未来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提升到45%了。这一些呢都是在华尔街金融市场很多人会在意的一件事情。当川普出来讲说他要查到底有谁在做交易股票，他讲的当然就是 Pelosi 嘛，他觉得 Pelosi 他们家赚那么多钱，国会议员一定有内线交易，你不能交易股票。结果就很多人问他说你去发那个创币你怎么算呢？甚至你在这一波当中，你们的家族基金又赚多少钱呢？你是不是没有严以律己，你是严以育人，宽以待己呢？其实现在呢，美国他在做关税战的这个部分，很多人也在问，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在看你自己？本来说了90天嘛，让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没有。现在说呢，其实2-3个星期可能解决，甚至还传出他们要制定一个范本，跟18国一起来谈判，预计2个月内完成商议。数字呢一直在变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就直接讲了，你现在一再的玩单边主义，有可能会破坏的是好不容易获得的全球秩序还有平衡。但有另一个讲法是什么？是这样才可以让美国成为世界的头号避税天堂，大家才会都回来我们美国这边做投资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呢？当然啦，现在有很多名嘴都认为说，上任100天到处一团乱，认为川普呢现在不要再让共和党帮他保驾，帮他这个护驾，因为他觉得他根本就是和法西斯调情。某种层面的讲法就是认为川普他是不是想要一手遮天呢？其实现在很多人对于川普的一个作风或者一个看法，跟以前对美国的看法大相径庭，特别是加拿大人感受很深刻。卡尼现在呢正要来竞选，他就再一次的强调了，川普发动关税战是背叛盟友，我们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你连我们都要背叛。甚至呢，川普在这个时节了还在讲说，我叫你们来当美国人，我真的不是开玩笑的，51周不是开玩笑。所以让加拿大现在虽然在选举，可是很妙的是，之前的选举都是什么？都是谁对中国比较不友好，或是谁对中国比较强硬。然后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反美友中。最新的一个民调是什么？最新的民调是呢，现在说有31%的人认为应该要扩大跟中国的贸易关系，36%的人认为我们跟北京关系其实还蛮好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华为事件怎么开始的？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走开始的。那个时候的加中关系荡到一个谷底，是曾几何时，现在整个反过来了。那个时候的总统是川普，现在的总统也是川普，所以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永明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得体的，特别是他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他说嘛，基督徒，他自己讲的。但是这样的场合、这样的举止、这样的穿着，让大家觉得不太对。这个就显示已经没有人可以提醒他，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那什么是这个场合，什么时候应该这个穿着，什么是应该对中国的政策，什么应该对美国有利的经济跟关税政策，就没有人告诉他了，连他太太都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所以他穿了一个其实很奇特，非常得体啊，很奇特，他自己很奇特，他也嚼了口香糖。我觉得那个萨克斯教授讲的其实就像是一个这个当头棒喝，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单边主义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像是在07、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也就是美国面临到他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不用正招，他用奇招，他用怪招的方式呢来维持他的美元霸权，跟他跟全球的这个贸易以及科技的这个发展。也就是说，他不再去比如说减少他的支出，然后呢他不再去增加他的储蓄，他也不去强调美国的制造要怎么样去这个达成有利的这个经济结构的制造业。所以刘义儒教授，我们前财政部长就曾经这个写过文章，他说川普这个时候4月2号，他把它标榜叫解放日，是对全球采取高的对等关税，事实上就可能会引来美国美元霸权的解放日。也就是说，你会慢慢的失去信心，而且大家会跟你慢慢的减少依赖。在美债层面，那36.2兆，这真的是不同小可呀。那马上6月份就会有6.5兆要到期，它一定会印新的债，可你新的债那么推的就不可能像以前那么顺利。美国自己有这个铸币权，因为它是有美国的美元霸权，而且它掌控那个支付系统，就是 SWIFT。可是现在还是如此，万一以后呢？贸易赤字一样，那1年1兆的这个贸易赤字，那有一个东西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买东西？我们在台湾大概还没有这个制度，叫 BNPL。这是一个这种买东西的，就是说等于是说跟银行的一种关系，然后消费者在相关的这些买东西的时候用这个系统 BNPL，Buy Now Pay Later， 就现在买，我以后再付，以后的我的 paycheck 来的时候呢，支票每个月的薪水来的时候我再付。它大概怎么样子？它这个不是信用卡，也不是写支票，它是银行跟商家跟消费者之间你消费者先付25%的钱，然后呢剩下的75%它分3次，再由银行这边就是再还给银行。那银行呢，当然就立即的跟商家结算。所以这样子的一种BNPL 的消费形态，在美国现在已经大概有25%的美国人，不对，美国45%的美国人用过，而中间有很多有大概2成5的美国人是很依赖这个方式，甚至连一般的这些买杂货都是。所以它会产生这么大的贸易赤字，是这个样的因素的。不储蓄，花明天的钱，而银行就不断的开发一种新的系统，等你破产了，他再来追债，那你就变成街友。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扩大，而有钱的美国人越来越有钱，那制造业更不要讲了。美国在2000年的时候，它的制造业还占全球25%啊，现在只剩下11%。那联合国的报告说，到了2030年，就5年后它只剩下6%，所以它大概是剩下一些高端的科技业的，然后呢，或者是再加上军工产业的这一些所谓的制造业。那现在川普希望让制造业回流，这个想法是正确，但你不能用拿枪指着大家，就逼着大家用这种方式叫制造业回流。那回流的制造业面临到这么高的成本，其实它是真回流还是假回流，我觉得都是个问题。但是现在也是蛮多这个学者或者是华尔街好朋友出来喊话，说不会啊，你看我们变避税天堂，大家都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税很高啊。来请教一下周老师会怎么看？对美国现在的这个，现在说是要减税，可是呢，减税的资金还没筹措到位，所以现在整个被关税战这么一打，所有的步调都乱了套。这个恐怕是川普呢，没有想到的。当然，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川普能够当选，当时很多人是受到这个通膨之苦啊，认为说美国生活费用节节高升，对，然后呢又看到这个非法移民进来，造成社会混乱。结果其实你知道，现在看那个美国那个所谓的把那个非法移民移送出境的那个人数，并没有比拜登后期来得高。
就是说他做出来的动作很大，他口号喊得很响亮，可实际执行其实从拜登，尤其是在拜登那个在竞选前投票前到他这个投票后，一直到他卸任之前这段时间，其实这个解送出境的人已经非常多了。那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第二个就是生活的物价，刚刚讲到这个 Walmart 啦，这些这个 Target 这些美国的这些大的零售商。他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产品是从中国进口的嘛，比如像特别是2个项目，一个是成衣，一个是这个鞋业。鞋业，美国这些零售商，大的零售商，它的鞋业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是占它这个所有商品58%，然后从这个成衣的话大概是37%，所以你可以想到，它现在关税一下子升得这么高，它当然是受不了啊。那当然，它一个就是转嫁给消费者，另外一个就是它停止进口嘛，从其他的来源去找这个商品，那结果一定是成本上升嘛，要不然就是短期间就没有办法供货。为什么讲到这2个项目呢？因为这2个项目其实就是对价格的这个反应程度是最敏感的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川普最主要是他伤到了一般人，不只是说这些大企业啊，或科技厂商，是一般人，而且是当初对他有期望，希望他能够带动这个美国的经济荣景，希望他能够降低通膨降低生活费用，结果反其道而行。那当然，他现在就不断的就是转移，就是不断的创造话题来转移焦点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通用的一种策略，但到底有没有效呢？要看他的邻国。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本来照说，就像刚刚叶颖讲，本来在上这个第一任川普的时候是美国的好伙伴呢，对，尤其在这个抗中上，两国是有很密切的合作。那结果现在加拿大也变成是抗美的这个先锋啊。最近这个中国大陆驻加拿大的这个大使王迪，他接受这个加拿大媒体访问，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加拿大是全世界唯一跟中国大陆一样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的。这个还讲的还蛮对的的确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说加拿大现在为什么这个自由党的这个候选人卡尼民调上升，保守党的这个伯利治原来是20%的领先度，现在呢已经是些微的落后，这都是拜川普所赐啊。因为这个原来伯利治就是被认为是所谓的小川普啊，结果这几个月一下来，大家第一个对川普是非常的反感，第二个呢就是觉得这个伯利治呢他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政策经验，反而这个卡尼呢过去因为从这个金融危机，然后到英国脱欧，带领加拿大走过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经济的乱流，然后呢本来觉得他就是一个素人，结果这几个月跑选举下来，觉得他好像还蛮能够驾驭这个竞选的这个节奏，所以对他的这个肯定越来越多。所以川普改变了加拿大的国内政治。当然了，就是虽然说第一任的加拿大的就是第一任的这个川普任内，加拿大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比较不好。不过整体来说，加拿大的自由党比保守党跟中国大陆关系还是要好一些。不要忘了，加拿大跟中国大陆建交就是在这个自由党任内。当时去达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2天的加拿大大选，我相信这个加中关系仍然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是，请教一下李正杰将军。我觉得川普其实你仔细不要去把它想得太复杂，我觉得他很简单，他就是一个这种冷战思维的老流氓，这种情形很，对不对？我为什么说他冷战思维？你看他现在就是以为美国又回到当年跟苏联冷战那个时候，所以他是单边主义，他认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听他的，到处打地图炮。其实如果说是回到冷战思维的时候，你那时候美国来讲打冷战进行曲，我们都知道嘛，他的策略来讲的话，他一定是联合中国在一起来对抗这个苏联，但是这个川普来讲的话，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全局布局，他连他自己的所有盟友全部得罪了包括从其实不只是加拿大了这个不但是这个在关税上面要磕加拿大，还在不停的在言语上面羞辱加拿大。那包括欧洲，我们也看到是这种情形，包括到东南亚各国一样本来跟他友好的国家，现在大家都怕他怕得要死，都离开他身边。那第二个，为什么说他是老流氓？你看我现在发现他有一个逻辑，他就是钱，所有中心思想，他做所有决定都是一个钱。然后他钱有分清楚远近第一个是他自己你看他所有事情，他先他自己发这个迷因币，发他自己的钱，他先弄他自己的钱，自己钱弄到。第二个，
陈其是什么？是他的好朋友。我们看前一阵子他利用关税炒股的事情哈，今天放这个消息，明天放那个消息出来，一下又收回又干嘛？大家都以为美国他的政策其实没有，他在帮他那些朋友炒股，他的金融界的朋友，你看到他就大拉拉问他那些朋友说，哎，你们这个月赚了多少？这一波你们赚了多少？10亿、20亿在那边赚，所以第二波他在帮他那些这个帮他的金主在炒股赚钱。第三个，他赚钱是帮他国家在赚钱哈。你看他有2种方式，一个就是克人家关税嘛，他想要说我就是收刮你。你看他大拉拉的讲，我们讲说这个给各国90天的时间观察期，其中有几点，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第5点，然后你们要捐钱给我美国哈，是不是就是大拉的流氓的行为跟人家要钱？那你看他现在包括巴拿马运河跟苏伊士运河，我军舰我的轮船过去来讲，你不可以收钱，那这不是强盗是什么？不是流氓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川普大家不要把他想那么复杂，他不过就是一个这个老流氓的那种心态，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但是你这样做下去以后，对你美国有没有伤害呢？我觉得一定是很大的伤害。第一个就是说，你美国在全球的这种布局来讲，你会没有盟友哈。现在包括欧洲啊、这个加拿大都因为你这个关税政策，你到处开地图炮都已经背弃你了。第二个，你国内里面你也会没有盟友。大概你现在身边的，我们看到就是你白宫的那些这个所谓的财经内阁这些人员，但是你这些包括你财经这些人格内员都在吵架。我们那天居然听到马斯克跟这个贝森特2个在铁笼格斗哈，2个关在铁笼里面，差点打起来，在白宫里面吵。那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在旁边亲眼目睹这场的争吵，包括你的内阁成员都在吵架，那你更不要讲说共和党跟民主党，更不要讲说全国老百姓。我觉得你这搞下去，从老百姓到你的阁员，到你自己，到全世界来讲，都被你弄得这种4分5裂，大家都不能够团结。我觉得全世界真的会被他搞乱掉。